BL 的这一个世界，其实在近年它产生了一个强大的聚众魅力，而且让很多的不管是跨年龄层的这些族群也好，或者是跨性别都为之着迷啊。那在近年来说，这个 History 它是台湾 BL 剧的代表作，不管从着魔也好，或者是越界也好，到了今年第4季。我要邀请到的其实是最近在网络上面这个人气爆表，而且讨论度非常高的《近距离爱上你》的这个4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我们还分2集，就是要让所有的粉丝看好看满。所以在今天呢，第一对我就要邀请到的就是成人 CP 涂善存跟陈立安来到现场。嗨，大家好，我是涂善存。大家好，我是陈立安。因为这个说颜值有颜值，说这个青春有青春，肌肤的紧致跟散发的费洛蒙的魅力，真的，我相信在镜头面前的这些观众朋友应该会感到非常的幸福。那除了这个幸福感暴增之外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畅聊你们在这个参演的过程，还有就是我们有专属你们的特调款待2位特别来宾。那为何有专属特调，一定要邀请到他的创作者，欢迎 Alan。嗨，各位好，欢迎你们来。来 ，Alan 哥，好，这为2位介绍一下。对，这杯酒叫花美男。那所以我在冰块上面做了一些小巧思，我印上了蒙娜丽莎。哇！然后它酒的本身的风味的结构，我们是用鸢尾花根，然后用那个鸢尾花根，用菊花、橙花，然后还有那个雪莉酒跟白酒，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威士忌去让他觉得他是整个男性的代表，但是他却是一个很花样的一个，对，很花美男，很你的味道，很开心的一个，很你的味道。我喝这个 whisky 的那个味道有一种花香，对，花香，有一个香气在。对，没错，因为大家都认为威士忌是男生的代表啦，但是其实它也是可以用很女性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欢迎你们来，谢谢，我们谢谢 Alan 哥。成人 CP， 你们现在的集数已经到了，大家越来越清楚这个2对 CP 设定的属性。我要先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现在在这个镜头面前看到的是如此的完美而协调，但是在要开拍之前，你们如何去建立起？这不是革命情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默契，跟感情，跟要在这个镜头面前，你们要演这个对手戏，会跟一般的剧会很不一样。对，善存，你先分享怎么准备。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近距离爱上你是我真的担纲主要角色演出喜剧的第1次，所以一开始很紧张。其实就是你要怎么在戏里面，也要用很喜剧的方式去把这个节奏掌握好。然后跟导演讨论很多次，然后直到排戏的时候，有一次我做完我想要给的效果之后，大家都很尴尬，就大家就是很傻眼，然后大概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原来萧立成要走这个方向，就是要让大家很傻眼的这个方向。立安呢？你对于你的对手他的任务是要尴尬跟傻眼，产生那个戏剧的效果跟。因为萧立成这个角色，他就是比较属于外放的角色，那我是属于比较内收的，所以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其实，在拍戏的过程中，拍戏前我们都有先排练过，就是会先把情绪比较重的，或是亲密戏啊，或者是比较情侣的桥段，我们都先排练过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慢慢的去揣摩那个 CP 感，揣摩去像萧立成的角色，或是藤木人的角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私下其实也会用剧那个角色的名字去叫对方，然后所以你会没有，他讲立成我就叫他立成，萧立成，然后今天晚上怎么样？其实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通电话。你有看到吗？他脸红了。我脸红了吗？不是脸红。来，从我这近距离，只有跟他们距离不到50公分的近距离接触，我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其实这2个人各自有各自的魅力。就是善存刚才一直很深情的看着陈立安，我觉得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就像那种就是好媳妇还是给好，默默的支持他，还有点便利，还有那 ON 应援他的那种感觉。那立安呢，他的眼睛是能够放电，而且很深邃的，让你觉得你的灵魂要被他吸进去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边讲一个中年大叔45岁的会有起鸡皮疙瘩？哥也适合这不寻常去演 BL 剧哦。我可以演 BL 的爸爸，可 BL 世界是不分年龄的，真的吗？是是今天学到一课 ，BL 的世界是不分年龄，所以那个就是 BMI 值高一点也可以，就对。对。哥，你可以跟 Alan 哥看要不要组一对，应该是可以哦，应该不舒服，你再看一次，你再看一次，没有，他心中可能也会咒骂我了。你知道，其实人也是生物的一种。生物本能当中，对于美跟就是美好的外在，其实你是无法抗拒的。就是理性这件事情，它有些时候是无法去对抗这个荷尔蒙激素啊、费洛蒙啊。所以你们在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会不会有那种一眼瞬间被电到的时候？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就像哥你说的，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拍摄那么长时间嘛，然后到后面我越来越会就是在意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在意他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到他这一场戏的那个藤木人的难受，然后他有时候会在剧本以外的时候，他会就是可能会落泪或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我这个角色怎么可以伤他这么重，然后我们就会抱在一起这样。对，因为其实我本身在筹备这个过程中，我就会先把一份心放在他身上，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只要2个人组 CP， 就会要让。就是要多在乎对方一点，然后多怎么讲，那个感觉很微妙，就是会觉得他就是另外一半那种感觉。其实已经有这种灵魂的共振，对，会，真的是会。即便到现在都还是一直存在。有可以从刚才就是我们节目正式开张之前大家的互动，一直到现在，其实你们那个 CP 感依然还是坚不可摧。其实，在剧中啊，就是2位是从好友变成情人。那在你们的真实的生命经验当中，你们是看到一个人会一眼瞬间觉得啊，我恋爱了，还是可以从好友的关系慢慢变成有感情的这个情人关系？我通常的恋爱经验都是，或者是我知道我爱上他的时候，都是那种一眼瞬间，就是我可能看到他的写的东西啊，或者是他的谈吐什么的，我会知道我爱上他。但我自己的经验是没有从好友变成情人，因为我会很害怕，就是如果你从好友变成情人了，会回不去好友那段感情。但是我很珍惜那个东西，所以我会忍住吧。有些时候要冲一下，你才可以有更大的收获。但我会觉得，他会是你的好友，就代表说他有你认可的地方。那我会希望这段关系是永远的。但如果在一起会是个风险的话，我可以尽量避免去选择这件事情。我在感情方面就是比较感性一点，你就一直看着女的，她灵魂就被你吸光了，你就可以跟她谈恋爱。对，没有啦，因为我是看，如果说我看一个人的话，我会先一见钟情，然后之后再慢慢的去跟他了解，然后我觉得要思维上跟思想上都要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对，你才能够成为更进一步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所以，但是我在这个当中其实也蛮一头热的，就是一头直接栽下去。那其他后面就是从后面慢慢相处，因为相爱容易相处难嘛，对，所以到后面就是先慢慢相处再看看。你们2位在这个戏当中，其实还有很多的很可爱的桥段啊，暧昧的桥段啊，甚至是亲密戏啊。你们的亲密戏最大的尺度是到什么程度？就是滚床单啊，对啊，滚床单啊，然后衣服剩内裤那一种。那事前需要有很深的沟通吗？或者是不管是两位，或者说跟导演、跟摄影师，我们比较多的沟通是在拍摄角度上面，但是我们细节的动作会到哪里，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去讲过说你可能只到这里就好，或者我们其实没有，我们就蛮信任对方的。就是当导演喊 action 的时候，你们会就自然的发展。对，自然的发展。那此外呢，就还有哪一场戏是你们觉得最印象深刻？不管是到现在，你第一个会想到的戏，或者是觉得特别难的戏，或者是特别搞笑的戏。我觉得对萧立成来说，就是逗弄他的时候吧。我觉得像可能大家已经看完了第5集，就是我要请他帮我做一些假装是 BL 的剧情的时候，我拿那些旁边的尖叫机啊什么的，那都是现场不在剧本上的。对，就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很有神来一笔，就是我也印象很深刻，很爽。我自己的话，我应该算是在
浴缸的那一场戏，就是因为对我来说，那算是我的重头戏，算是我情绪比较重，所以那又要掺杂一些情欲，然后对他的情感，然后被很复杂，被你虐的那些心情，因为毕竟他是第一次被下药，对，第一次被下药，人生经验也是第一次，对，人生经验差不多，对，所以那时候那个感觉心情就蛮复杂的，所以真的下里就是我们这没关系，大家都还可以回去看回放，对，还是有看回放。对，其实我们那一场戏蛮特别的，因为那一场戏其实没有要哭，但是我在那个藤木人的当下，我看到萧立成过来的时候，我会很溃体，因为我终于找到我的安全感来到我的身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的安全感不是你知道的，是你可能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我最需要的是那个东西。对，因为你们的 CP 感真的太实在了，不只是戏，就是在现场有实际的感受。然后呢，其实很多的粉丝或者是戏迷会甚至入戏很深到可能希望你们假戏真做。如果你们是就是喜欢同性的族群，彼此是彼此的型吗？还是其实你们有各自其他可能喜欢的类型？他的话，我觉得如果我是同性的话，我应该还是会觉得善存是我们首要选，因为他在拍戏的过程中或是实际的相处，他都会算是比较照顾我的角色。其实，在拍戏的过程，我发现藤木人蛮喜欢被照顾的感觉，所以我也觉得那个被照顾的感觉蛮好。如果是同性的话，对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以我个人就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理想型，就是我筛选的条件，立安可能不完全满足这些东西，就是他会的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对于爱情里面来说，就是一个跟你截然不同的人，有时候会给你很不一样的刺激跟火花。他可能开拓了你人生另外的一个拼图跟视野。对，所以我觉得我会很感谢遇到他，然后这段感情是他，因为我觉得他会给我一个截然不同的视野。能够参演《近距离爱上你》，我相信是在你们的演艺事业当中的也是一个新的境界的探寻跟收获。那在你们两位实际演出之外，你们的家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反应是什么？我好像知道善存有一天你妈妈正在看你的作品。对啊，我第一集第一、二集一播完，一回家我就看到我妈在看。然后那天1、2、3、4、5、6集，因为5、6集的时候是 LINE 的 VIP 就会抢先看嘛，然后就一回家，我妈就走过来。他说：“你们很坏耶，为什么不给我看？”请加入 VIP 啊！我说你可以去买信用卡账号，就超可爱。就我没想到他会就是这么积极的追，就当天就要看到。那妈妈的点评是？妈妈的点评可以再狂野一点啊？对，真的吗？我觉得萧立成可以再狂野一点，我就觉得真的假的？就大家网友好像不是这样子觉得哦。所以，妈妈也是另外一种给你可以在创作跟演出的过程的一种刺激。对。立安呢？这件事情是昨天才发生的哦。对，然后昨天是热腾腾啊！对，昨天我爸妈刚回来，然后就问我说啊5、6集，就是说啊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叫我播给大家看。然后你们就全家人一起看吗？就我爸妈啦，然后跟我，然后最好再用100寸投影这样。对，反而是我很害羞。我就说真的吗？我很害羞哎。然后说害羞什么？他就会觉得反而这件事情是他们会比较主动。那你这礼拜再找他们看呢？我想知道他们这礼拜看到的表情是什么。但我觉得也幸好我蛮意外的是，我爸妈蛮开放的，就是蛮放宽心在看这件事情，对啊。其实我觉得 BL 剧它是我刚刚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它是一个独特的宇宙跟族群。而且我想要请教两位的是，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当你演了 BL 剧，你有了一对 CP 之后，是不是就此在你的演艺路上就要从一而终？就是你不可以再去跟其他人演 BL 的 CP。我觉得站在我的角度是，我以演员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不会知道说我下一个角色的对手是谁，剧本是什么。但是对我来说，我会一直很记得，就是我的第一个 BL 的男性对手是立安这件事情，是人家的第一次。对，就是我们这段过程，我的荧幕初吻也是给他。
但是你前面已经亲了5个了，但是不是在荧幕面前吗？不管，没有留下记录不算的。哦，对啊，对。好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吗？就是会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CP 形象，就一直留在所有的影迷心中。我觉得粉丝们可能会比我们入戏更深，更入戏。对，因为毕竟对我们来说，演员的工作你是要依照剧本去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是你心里的那个感觉是不会骗人的，你会知道说你曾经很在乎一个人，然后这个而且又是第一次，那我觉得这个印象会真的留得很深刻。我自己本身的话，我 BL 这系列的话，我可能就除了小李晨，我应该就没有再办法接受下一个角色的我搭档。敬你的坚贞，真的哈、真的。有些时候男人也需要那个。那如果就是可能下个月奶哥就拿一个 BL 剧本给你，那你跟我说奶哥我不演，除非是让善存来演，说好了。对，就是我来像那个善存来演。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旅程，对你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但是2位作为台湾演艺圈的最新的这个新生代当中代表性人物，可是其实一路走来也没有那么容易。立安，你以前不在台湾，对，你在越南，对，几岁去到大学才回来？我国小4年级，然后读大学的时候才回来台湾。所以你的越文非常好。但是我在那边也是读台商学校，也是台湾的教育，但所以在越南话的话，我还记得一些啦。你是北越还是南越？我是南越，胡志明那边。OK， 对啊。那可是你是就是在追逐演艺圈的梦想回到了台湾，当然外形是非常出众，可是有遇到什么挫折，或者在寻梦的过程当中，做了怎么样的努力吗？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从越南到台湾嘛，对我来说是一个文化的冲击，所以我会，但是我也是有注意，我是说，对于不管是台湾还是对于别的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我可以很广泛的去看待很多角度。那你可以兼容不同的文化了。对，可以我兼容很多不同文化。那其实我在越南的环境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资源去让我学我想学的东西，所以在那个过程中，我也助于我很常跟自己对话。那回来台湾之后，我就毅然决然就是想要走演艺圈这行。那我一开始是从模特发起嘛，那我觉得从模特到演艺圈到演员这条路上，其实从静态到动态，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其实是蛮截然不同的东西，因为你要从拍照，只要拍一个角度，哪一点是好看的，但是你要从动态里面的话，你可能要讲台词，你的表达，你的情绪的呈现，这其实对我来说都蛮不同的，因为这在过程中也试了很多东西，试了很多戏，试了很多事情，那你一直在被拒绝的状态，你一直要告诉自己说你自己可以，你自己要打掉重练。那我一直告诉我一个信念是说，我一定要先把这个子弹着实，把表演做好学好之后，我再打出去，把根基打好。对，把根基打好，把子弹打出去，那个效果才是最大的。所以就我一直在等这个机会，基本功先练好。对。善存又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以前是校园的风云人物，又是篮球高手、灌篮高手，然后原本可能会是现在在 P League 球场上面看到你的，或者是 HBL、SBL， 但是现在你在另外一个舞台上面发光发热，这样的一个转折，我相信你应该有蛮多的体悟。对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一直是球员嘛，我还记得那时候要升高中。然后在台湾篮球员，你高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你要那时候我可以选择就先后来读的成功高中，那时候成功跟建中是比较属于读书的，学术型的，对学术型这个第一然后前3志愿。对，然后另外一边那时候可能是松山或泰山。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HBL 冠军劲旅，对不对？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我刚刚遇到万隆教练哦，然后万隆教练就说冠军队的教练，他说你想打球吗？我说教练我想。他说那你要去跟你妈争取啊。然后黄万龙，你就跟黄万龙说：“教练，我想上场，我好想打球啊！”就因为那时候，因为你毕竟已经练了那么久了，你会很想要继续在这条路上证明自己。然后后来家人就没有那么支持我，希望我去一个能够赶快，可能未来工作比较容易稳定的方向发展。因为家里是妈妈带我长大的，然后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了去成功。
然后念世新，然后我在世新遇到我现在的经纪人，然后我会走演艺圈这条路，是因为家人那时候说，他们那时候小时候已经阻挡我的篮球梦，他们看到我有另外一个梦想产生的时候，不想要再阻挡我一次，所以他们就没有到很支持，但是就成全让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刚出道的前1-2年，其实我跟我经纪人 Vicky 姐也是不断的在用行动来让家人放心，就安心了。对对，你的经纪人是一个能够把你照顾好，也可以把父母照顾好，就是这种家长会觉得安心的。所以其实如果不是 Vicky 姐的话，我现在可能就是也不会在演艺圈，因为不会，你很难找到一个经纪人愿意跟你去跟家人证明说你的收入是可以让家人安心，然后给家人，然后你的行为也是没有改变的，你还是一样是一个好孩子这样。在节目最后的最后，我就想要请教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这个把基本功根基打好了，开始发光发热了，然后近距离爱上你的开始演出在网络上面的热议，然后在粉丝这个人数的暴增，你们的人生开始有感觉到一些不一样了吗？我觉得有因为开始就是我从默默无名，然后到大家觉得很喜欢藤木人这个角色，然后也知道其实陈立安这个人其实是就是因为这算是我第一部主演，所以大家都蛮认可我的能力，我也蛮感谢的。所以，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粉丝都蛮入戏的，就是可能会有看到收到粉丝的那个，我收到一个卡片。然后他就是已经说什么我是叶一组的新人，然后你好，请多多指教。就是他已经很入戏到，是我们员工，对，就变成我们的新员工那一种，就是很可爱，就是很入戏。然后有看到就是粉丝就是已经想要写到我们的故事的番外篇，就他自己写脚本、自己写剧本这种，我觉得真的蛮可爱的，也蛮感谢的。善存呢？我觉得对我来说的改变，反而是当初我跟 Vicky 姐一起决定要演萧立成这个角色。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改变，因为过去的我可能会不担心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喜剧呈现好，然后而选择退缩。但是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改变，所以决定接演了。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除了喜剧啊，我还会很想要尝试，就是所有艺文相关的东西，画画、写作、音乐什么的，我都想要去玩。然后现在刚好又有很多人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也很想把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所以你们的世界，我相信会越来越宽广。对，今天也非常感谢善存还有立安这个成人 CP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那接下来的下一集呢？永信 CP 也要来了，对，我们真的是给大家这个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给好给满，一次给2集，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还有收看我们在 Momo TV Channel 上面的播出。非常感谢善存跟立安今天来到我们现场，也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拜拜，拜拜，谢谢波哥，谢谢，非常开心，把它喝干，喝干，对，喝干，谢谢。